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习近平不去集团体哦，让李强代打。那拜登又讲说，哎呀，很失望啊，但我还是会想要见到他哦。纽约时报就提到了，他说习近平最近只访问哦，确定会受欢迎的国家有损自身的国际形象啊。纽约时报又要开始就是好像要讲一点真的黑你一下、酸你一下这样子的话语哦。那我们看9月9号到10号，印度的新德里举行这个集团体，现在确定是由国务院的总理李强来代为出席。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有提到说，中美的关系希望是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感觉上面是不指望跟美国政府再多做一些什么样的交流因为感觉好像美国就是反反复复一下制裁，一下又说要做朋友的。那我们看这个拜登，他其实之前也是传出说，破例不参加东协峰会也被大家质疑说是不是不重视东协啦？因为9月5号的时候，印尼会召开这个东协峰会，过往都会出席的拜登，这一次是改由贺锦丽来与会。那其实人家东协峰会也是特别为着 G20 改到了这个9月5号这样的时间所以的确也让很多东协国家有点失望。那白宫的说法是说，美国其实并没有降低东协在处理地缘政治的地位那拜登仍然致力于跟这个地区正在做相关的接触。那印尼的外交官他说，这个东协峰会通常其实是在11月举行为着你方便而改到了9月5号，结果你说不来就不来那去年拜登其实也是请这个东协10国进白宫大合照这张照片当时是宣布投资每个国家大概1.5亿美元，也是被大家讲说感觉这个钱有点少那这个我们看看他这个周末要去到河内，现在是要积极拉拢越南，也就是说感觉上好像比较要跟中国大陆有一点唱反调的国家，比方说像越南、菲律宾才是美国眼中看得起的地方跟国家嘛。所以我们看美联社讲法，这个华府现在有意要把美越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最高的层次提升至类似这个中俄关系这样的一个层次。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中日的关系，也是因为这个核污水的事情感觉上越来越糟了。岸田传出说希望去到印尼这边来出席东协峰会那可能想要跟李强见面，会不会也会难以实现？因为原本是传出来说这个中日韩的首脑峰会上面要来见面，但是呢现在要在这个7号的时候，这个东亚峰会来先都会出席。可是消息人士讲说，因为这个福岛核污水的事情现在中日的关系非常的僵化，所以暂时缺乏双边与会的这种氛围，也就是说最多是进行一个非正式的会谈或是短暂的接触。那原本也说二阶俊博他是比较友好友中的嘛，他就是中日友好议会的联盟会长，原本是要在9月份的时候访华但是因为岸田很希望他去帮忙协调一下，就说希望中方不要再禁止这个水产品渔产品的相关的事情所以现在传出来可能9月份访华的难度有提升，有可能会取消或者是有变数那现在日本就直接把这个水产品遭禁的事情直接告到了 WTO， 就讲说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日本的外务省在9月4号宣布说，已经向 WTO 提交了这种书面的文件，要求中方要撤销暂停进口日本的水产这样的一个要求跟诉求但是的确最近好像比较少看到岸田，就有传出这样的消息在大陆的网站上面说是不是岸田吃了海鲜紧急送医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那当然就是马上日方就说予以澄清就说没有这样的消息那的确这个事件也反映出来现在中日的关系十分的紧张所以才会有这样各式各样的传闻出现。那再来美国现在好像对于日本的水产已经有所准备了吗？日本现在他因为中国大陆不买嘛，所以他说我现在要加强拓展，比方说像是台湾美国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把水产改卖到这些地方。那可是美国虽然是在日本想要销售的目标当中，可是你看看美国身体很诚实上半年减少进口日本的农林渔产这是变成减少最多的国家，这还是日文字我们去抓
抓了日本的原本的报道，他们米国啊，就是美国啊，减少了这些什么贝类啊、水产啊、日本酒啊，减少额是最高83亿单，这个日元哦。所以第一名是美国，第二名才是马来西亚，第三名是埃及哦。感觉上面他想要卖去美国，恐怕也没那么简单。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是那个。事实上的话，我看到这个要加强拓展卖到台湾啊，我就有一点毛骨悚然。日本人都不吃的，为什么要往台湾加强拓销，对不对？哦。现在日本的这个很多水产，他们所以很恐慌，就是怕日本人不吃。那本来让福岛一带，为什么现在福岛渔民他们现在已经联合日本很多的渔业协会啊，具状告这个岸田政府。说要前面说好，他们不会干这件事，而且有很多程序，结果都食言而肥，然后最后还是把这个水倒到这个太平洋里面，让福岛这个地方的水产，它完全会怎么样？完全会怎么样？会整个就怎样？就崩跌掉了。将来不要说是外销，它本来就外销就不能外销的。对。它基本上连日本人都不吃啊，对，本来福岛附近的水产，在日本的话，基本上不止水产，农产品，它都是怎么样分别的。因为日本你要产地要注明，那它在日本本来就是靠怎么样，靠销价求售。那你别的地方都可以卖到100块，它只能卖50块，那靠这个勉强生存。它现在日本政府这样一做的话，整个福岛附近的水产会完蛋。那也就是说，连日本人都不吃了，所以我说他们现在拓销台湾、美国，不晓得他要拓销哪一些，对不对？前一阵子这个台湾网站有一个疯传，大家注意，小心，说啊有2万条日本的鱼，因为他现在中国大陆跟香港都不买了，所以呢要送到台湾来。哇！结果呢，我们这个绿色媒体就赶快弄一条新闻，好大一条，说这个是破除谣言。他说谣言是说这2万条鱼要卖到台湾，而且已经进入台湾了。他说这是谣言，真相是什么呢？就是这2万条鱼因为卖不出去，所以现在这个地方的渔会准备把这些鱼卖到台湾，可是还没有到台湾。所以他的谣言是说还没到，已经到了是谣言，那就没有了，没下文了。那我就不晓得，那因为他已经差不多五六天前的所谓的破除谣言，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不继续报道说，那现在这个当时没有到，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所以这是蛮恐怖的事。而且日本为什么他只敢讲这2个，一个讲台湾，一个讲美国，他敢说去拓销别的地方吗？他说都不敢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把台湾放了？就吃定台湾了嘛。他知道他如果要强迫对台湾推销，现在我们去这个史瓦蒂尼去访问的这一群人是不敢吭气的，搞不好暗地呢就已经做人情了，对不对？他不是有一位谢姓的驻外代表吗？他说要患难见真情，那见真情就是用台湾人的肚子、台湾人的健康去日本人都不吃的核污染的鱼吗？因为台湾人百毒不侵，啊，可以吃美牛，可以吃莱猪，可以吃核福斯人，所以说，对啊，所以日本你看，美国因为美国是现在要靠日本怎么样去一起去抗中嘛，那台湾的美国所以日本就大胆说，美国我要去促销，他为什么把台湾放进来？那为什么不讲马来西亚？为什么不讲越南？他为什么讲台湾？就是捡软柿子吃。我们在日本人面前就是个软柿子，而且呢，他只要开口，我们那位姓谢的代表就会怎么样，跟他共患难啊！拜托啊，日本人不吃他如果吃，他不怕死吃，你叫我们台湾人吃的话，这叫共患难。这不是共患难，是替他去被砍头。他要上刑场，他不上，叫我们台湾人去上刑场，这才是这个日本的核污染鱼类到台湾的真相啦。不过G20这个会议这次习近平他不去，我觉得是有益的。基本上谁说谁要见他，他就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去见面嘛，本来就不太可行嘛。对。
那这里面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美国在今年底11月要办 APEC 的峰会，那个机会，如果说美国没有把李家超这个去峰会的这个资格取消的话，那可能习近平会见到。如果说美国把李家超香港特首的李家超不让他去参加 APEC 的话，那习近平他也不会去了，就是这样。好，我们刚刚字卡补充了一个新版，因为我今天其实有特别找这条新闻，刚刚忘记放上了，就是因为日本排放核污水绿色和平组织已经出来质疑这个净化的技术了，他们就觉得说，现在目前核污水的辐射风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估所以现在恐怕未来海洋大概数十年都会在放射性的污染当中。那现在有专家在讲，因为我们台湾很可能被锁定要来买这个日本的海鲜嘛，专家说，如果你真的要吃海鲜的话，最好是避免吃海鲜的2个部位，比方说像是鱼骨跟鱼头这种放射性的物质会堆积在骨头当中，如果万一真的有吃海鲜的机会的话，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那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这个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喜欢吃鱼头，另外鱼骨是熬鱼汤必要的材料，米手汤对。我们看到有很多在餐厅里面，尤其是那些大厨，像我自己在做这个鱼汤的时候，鱼骨非常重要。我们通常会用纱布包起来，用敲把那个鱼骨打碎敲裂开，然后下去炖。那刚好微量元素，对，就是这样。对我讲的微量元素都进来了。就这样子，我觉得日本这样做真的是不厚道。他不止毒害亚洲人，也毒害他们自己。因为日本是一个喜欢食用这个海鲜的民族，那当他自己把这些放射性的这些核污染水排到大海的时候，我们受害，可是他们的人民也受害。我觉得这些政客不应该为了一点点钱或者自己的一点点政治现金，或者是东电集团背后的有人传说跟美国的一些有关的等等的，我觉得不应该为了这么一点点的利益去毒害这么广大的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所有的这些居民。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厚道的事。更不厚道的是，他们不能够这些跟民进党一直在讨好的这些国家，他们就一直把他们的这些有毒的东西往我们台湾人身上倒。美国含莱克多巴胺的猪往我们身上倒，现在日本也要把福岛的这些放射性的这些海鲜往我们身上倒，而民进党是全部照单全收，不但全收，而且呢还让它消失无踪无迹。所谓的消失的无踪无迹，就是说让我们的消费者分不清楚，到底是谁是含莱克多巴胺，谁没有含莱克多巴胺。每一家餐厅，每一家超商都贴我们都是本土猪，可是问题就是美国的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进来一堆了，那跑去哪里？然后一无所知，现在变成羊肉了。对，变成，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不厚道的事情。一个政府做到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支持他。另外，我觉得岸田文雄他想跟李强见面，要谈什么？就是谈说我了解了。可以吃了，可以进来了，还是说，对不起你讲你的，我们不能接受，那一定是不欢而散嘛。对，那所以不欢而散还有必要谈吗？2级金博是大陆的朋友，那你来了，你是来当说客，那最好还是维持原来的关系，你不要来。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有道理的。另外，习近平不去集团体，很明显的，印度的分量就下降了，很明显的，美国的分量也下降。更明显的，这一届的集团体的分量也会下降。好，将军，这个观众看过电影都知道了，电影打宣传广告，第一男主角赖教授，第二男主角谁谁谁，他是个 cast 嘛。中国大陆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哪里是说你能够随意来不来无所谓，对不对？他不来，代表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个市场，这么大个商机，不来不来谈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习近平来讲，我来干嘛？日本、韩国，你们在美国在那搞军演，3个我都不愿意见，还加一个莫迪，
4个都不愿意见，对不对？我派一个次一级的官员来，你们只有降格跟他谈，我不跟你谈，这是一个 pose， 摆一个姿态，就是说对你这个G20，第一个我不是那么重视了，第二个，今天全世界老百姓都会比嘛，金砖 rise up， 金砖的实力 ，G20 的实力，对不对 ？G20 你今天拿出一个什么主题要来谈呢？金砖讲我们南方联盟的开发中国家，大家利用我有充沛的基金，我有充沛的基建技术，我有充沛的这个粮食跟石油跟天然气，我想任何国家眼睛看的是这个了。那美国以前的那种游戏规则、行动规范，都是有利美国一个国家，而不是有利于参与的国家。所以这么多年，大家也看透了，就是国家小，没有人敢站起来当领头羊来表示反对的意见。那中国大陆这次脸色一摆不参加，就是很大的一个讯号。这个 signal 一直会传到每一个国家那边，你要不要选边站啊？未来是谁的霸主啊？未来我这些小国家的利益要寄托在谁身上啊？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让大家有个对比了，也多了一个选择性嘛。所以刚才前面一节我们谈到史瓦蒂尼，你整个非洲50几个国家都倾向于跟中国大陆来来往往，你还能够撑多久？如果这个政权一旦被推翻的话，这个很快，而且中国大陆还没有使多大的劲儿在你身上嘛，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们看台湾的状况，也看看全世界的一个态势了。尤其经济是任何一个国家立国之本啊，所以我们现在 ECFA 也好 ，G20 也好，什么的，你要总要打入进去才行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华为最新的手机哦，已经在全球引发了一些讨论。那还有人去特别拆解，就说哇，这是怎么样突破5G 的这个技术哦？发现到说这当中用的是中芯7奈米的晶片。那这个技术权威就讲说，哇，完全是突破了美国的科技封锁哦。这个科技权威的这个平台叫做 Tech Insights， 它拆解证实说，里面就是跟中芯联手，已经成功了替新手机打造出7奈米的处理器哦。显然，这个中芯已经解决了7奈米良率的问题。之前大家在那边讲说，你做得出来，你良率不够啊，或者是你做得出来不能用啊，什么就开始用嘲讽方式。现在已经成功突破了，所以在5G 的这个晶片技术上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展。那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再来，外媒也在讲说这等于是打了美国一耳光啊！这款手机对美国来说有如一记耳光哦。雷蒙多来是想要让这个事态冷静下来啊，可是这个晶片的出现，仿佛在说，看看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需要你啊。我们指的就是中国大陆，你就是美国啊，我们可不是要看你脸色的。那的确，我们用这个销售量来看呢，当时为什么开始要对华为祭出这个制裁或下重手呢？就是因为华为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它的销售量是已经超过了苹果。那个时空我也还在跑科技新闻，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华为等于是逆袭般的这样子超越哦，它当时全球销量是到2.4亿台哦。那直到它的2019年祭出这相关的制裁之后，开始用雪崩式的下降。当时其实在制裁之前，华为有囤积了非常多5G 相关的晶片哦，所以它还稍微维持稳定到这个2020年。可是后来因为就是没有办法有这个5G 晶片，所以它的销量是直线往下滑，直接掉到3000多万台哦。那这样子的时间，从2019年的5月16到2023年的8月29号，这一次他们叫蒸汽机的登场啊，1566天，也代表这个中国大陆突破美国这样的制裁的限制。突围啊！那我们来看看任正非也讲了，他说华为展现更大的野心哦，传出明年将推出 PC 版的鸿蒙系统，然后呢，可能就是说不光是在手机上
上面可以用，跟电脑你未来还是有一些串接，也就代表说，PC 未来也是华为的一个主力哦，他们可能也会把系统全面让你就进入它的这个鸿蒙体系里面来使用。那我们看看华为也在沙国这边推出了云端的数据中心哦，提供一些基础的设施，还有数据库相关的服务啊，等于也是在跟美国几大像是 Amazon 啊这些做云端服务的，已经开始有一些宣战的意味出现了。那我们看任正非他提到，他说华为哦，我们储备人才不储备美元呐、这个话听得可敏感啦，因为感觉就是我冲着你美国来讲，我不见得要赚你美元呢，我有很多的市场正在等着我，而且人才是他最看重的，过去都有这种高薪聘请那种天才人才的一些相关新闻。他说要努力在业务范围里面领先全球，那也呼应了这个习近平提到2023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里面，他有提到啊，当前互联网大资料。就我们讲 big data， 还有这个云计算、人工智慧、区块链这些技术哦，要加快这建设网络强国以及数位中国这样的一个步调哦。那的确，这个华为就是中国大陆非常重点的一个科技，算是国家级的一个企业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啊，上下都在挺华为哦，很多的一些他们称为花粉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者哦，都排队去抢购。那在8月29号中午发布的这个手机啊，立刻被秒杀。那供应链现在显示说，现在追加量又不断的上修，原本500万台，后来1000万台，一直向上追加到1700万台哦。所以很多人都还在排队等候这一支手机，他们说非常有代表性的意义，所以很多人哪怕是收藏都还要来购买这一台哦。那我们看看它现在国产化的国产化率哦，超过了90%，46家供应商哦，全部直接秀出名字来说不怕你美国制裁，所以这个手机其实代表着他们说这叫做替中国人出一口气哦。华为一直不贵的样子很帅，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蒸汽机会卖得这么好的原因，也代表了中国大陆的一个民族性格，就是我要跟美国显示出来，我不会在你面前跪下去哦。那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评论，因为美国现在对于中国大陆所谓采取新两手政策，就是竞争加上管控竞争哦，好像取代以往的接触加上遏制。那到底最后谁会赢呢？人家讲说这个恐怕看起来中国大陆讲说你们这个战略注定要失败。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美国不可能赢了，我想这个道理已经很明白了啊。我们先看一下华为，当它超过了这个苹果，成为手机一哥，全世界的手机一哥，也就是超过1亿5千台到2000亿台，到2亿台的时候啊，那我们看到美国就搞了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就有点像当时在杀秦桧一样，不是杀岳飞啊，那用12面金牌这样子，用追杀令啊，就搞了一个叫做国家安全，然后呢，先动员他的五眼联盟，接着呢就扩大要 G7 所有的这些国家，然后一定要逼着他们承认华为有国家安全的理由，即使连英国的反情报单位都说猜了半天找不到有安全的问题，连德国就说到目前为止找不到任何，到今天为止都找不到安全的理由，美国人就逼着他们硬要这样给我干，然后逼着台积电，逼着三星不能够把先进的晶片卖给华为，3奈米、5奈米都不能卖，华为应声就这样撑了1年就往下走了，然后沉寂了这3年多，结果就在雷蒙多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还要放言，华为你就搞研发看看，你给我搞研发，我就继续制裁你。那这代表美国可能有一些情报，说华为可能在9月有新的手机要出来了。那到底是4G半还是5G？当初没有人知道，对，而且还谣言说可能只有4G半，好了不起4.9，绝对不到5G，都这样说。所以雷蒙多去了以后讲这种大话，讲这种威胁修理人的话，结果华为就在你访问的时候1个星期出来。我女儿刚刚传了一个简讯，买到了没有？她一直要帮我买，她说到现在还在买不到，她说她一定可以秒杀秒进来。他反正他一定要把它买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雷蒙多
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其实全世界的主流媒体都用尽各种办法拿到第一支华为的手机，拿到以后立刻就去拆解，立刻做测试。这个等于是华为要相当的大胆也要有相当的实力当全世界所有的主流媒体都证明它就是5G，而且超过5G的时候，你看它的广告宣传有多大？全世界一下子美国被打脸了，雷蒙多现在翻脸了。你知道他讲的话多难听？我还有更多的大棒，我准备要敲打你啊！我一定会什么？等于是我一定要置你于死。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这就是霸凌，完全跟国家安全无关。来问季老师，这次这个关键就是在麒麟9000S 这一枚晶片，这个就是 CPU， 它的这个整个手机的核心处理器这也就是他们现在查出来，美国科技前7奈米。那就是说，大概去年的时候，中芯就是说我7奈米的量产已经成功了。当时各界都还在怀疑说，你可以生产，可是你的良率很麻烦。你能做到良率的就是说拿到那个良率，你才符合经济效益，要不然你成本会很高的你如果只有50的良率的话，那你成本就2倍因为我们台积电基本上都是快100%的良率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你可以生产，可是你生产的量跟良率很重要。那这只手机这个麒麟9000S 证明就是说已经可以量产，量产就是良率够了。那而且是7奈米的，7奈米事实上用光刻机来讲的话，用深紫外激光刻机，也就是低 UV 就可以了，不需要用到极紫外光机，也是 EUV。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也只有低 UV。低 UV 最高生产到7奈米到顶级了，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有60几台低 UV， 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很头痛的，所以他一定要找 ASML 想办法。我觉得他现在雷蒙多一定在找 ASML 在商量，对中国大陆现有的60几台这个低 UV 看看怎么样它无法运作。我想这是他唯一能够做。可是还有一个就变成你能够生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说你能不能设计。因为华为的这个晶片设计在它的子公司叫海思，海思过去晶片设计能力非常强，可是晶片设计要有一个重要的工具叫 EDA，这就是设计晶片的套装软体。这个套装软体是美国的，美国没有只控制你的设备，还把你这个 EDA 基本上让华为禁用。所以华为在没有 EDA 的情况之下，它这次的麒麟 S9000证明了它可以设计，所以能够设计，再加上再有7奈米的晶片，中国大陆的 AI 产业，我认为基本上美国也挡不住。不只是手机 ，AI 产业挡不住，量子计算也挡不住，高速运算也挡不住，所以美国现在真的是慌了。来问将军，我想华为能够突破各位想一想，他的前面那一句话很有含义：华为不存美军，存人才。我听说他的研发人员的上万，而且在全世界各大学里面搜罗顶尖的数学天才啦、化学天才啦、物理的天才啦，那就是说他存的就是人才，就是要突破困境嘛。对，华为还有一个资产，各位不晓得，他以前是4G 的基地台，非常普遍在全世界。那5G 的基地台在英国也有。你想想看我们大家年轻人追逐的是手机。你像很多农夫啊、农业啊，他完全是要靠手机控制无人机来做他大规模、大面积的这个农业的耕作嘛。那还有很多工业需求嘛。所以你看，现在英国那个主要也是就是5G，他要不要完全的废弃？对，他要改掉他自己英国所有华为的设备的话，他付不起那个钱啊。所以美国这个制裁华为，我看也制裁不了多久了。第一个，你不能够断绝它的来源，它自己能做。第二个，科技这个东西很现实的。我记得我以前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用摩托罗拉吧，又小又好用，才几天呢，就没了。因为它另外一个科技能够取代你、超越你，对，你就忍不住就要换嘛。对，那个时候我们人手一只千年前人手一只 Apple 这就同样的道理了。当然，华为它除了这个以外，它还跟这个比亚迪联合起来做这个无人驾驶的车子的 AI
跟云端计算。它已经不是光靠卖手机啊，手机只是表示说我有高端晶片。至于汽车用的那个晶片，还不需要用到这么高端，它28那个奈米的就可以用。它也在发展这个东西，它还在发展 AI， 还有它将来一定会参加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的 AI，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订单呢。所以我认为华为是已经熬过它最艰苦的时候。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看一下这个蔡英文现在出访史瓦蒂尼哦，非洲11国的政要表达了欢迎之意哦。那外交部就讲说，这显示我们由踏实的外交与非洲国家合作的台湾模式受到非洲友人的肯定和认同啊。那他这是出访，然后庆祝建交55周年哦。那史瓦蒂尼说，这个应该不会激怒中国吧，不会激怒中方吧？这是史瓦蒂尼的一个讲法。不过这是中央社的一个消息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大陆其实也很想拿下这个非洲最后这一块版图哦。大陆一方面是说，不会让不友好的国家继续享有经贸上的好处。另一方面，也透过了水利水电公司标下了这个史瓦蒂尼的水坝建案哦，要让使国的基础建设逐步仰赖中国大陆。那蔡英文这一次专程出访史瓦蒂尼哦，就是被解读说是要回防中国大陆挖角这个我们的外交墙角啊。那只是说面对到中国大陆的棒子胡萝卜旗下的攻势哦，可以预见这又会是一场外交上的硬战的。那但是呢，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你可能不是只看这个史瓦蒂尼，中国大陆其实在下一盘大棋哦，这是它的一个非洲的大战略。比方说像金砖集团的扩张哦，纽约时报就讲说，这是不是对于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一个打击啊？因为其实这一次6个南方国家新的加入的成员哦，里面包含阿根廷啊，然后埃及、伊索比亚、伊朗、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酋哦，都加入了邀请。其实你看到这个像埃及就是属于北非国家嘛，中非国家伊索比亚，以及现在在这个本来金砖里面的南非哦，看出来这个中国大陆在非洲这边的战略地图啊，也是希望说增加在非洲这边的影响力哦。那所以这只是他战略当中的其中一环而已。史瓦蒂尼他希望能够拿到这最后一块拼图。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挺台是不是喊假的呢？这个 CSIS 的会长他提到说，美国判台湾领导人是审慎而且考虑周延的伙伴。但是呢，最近常常看到这一位拉马斯瓦米他是要来选这个美国的总统哦。他一直叫我们要拿 AK 啊，一直叫我们要这个即刻的，好像家家户户要有一些枪支啊。他吵着要护台湾但是呢，被问到了这一个直接有关于他家人的问题，说，你的子女会愿意来帮忙这个护台湾吗？加入这个台海战役吗？他是直接否决了，他说不会让子女冒死啊。他说等到美国的半导体自主之后呢，如果习近平还会继续犯台的话，你猜怎么样呢？我不会让我的子女冒死参与这个台海冲突战役。也就是说，现阶段挺台湾是挺一个表象而已哦。等到那个半导体美国已经掌握到这个最新的技术的时候，台湾就踢到一边去了，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军售交货延档，恐怕会排挤到一些新的军事投资哦。岸置鱼叉飞弹分10年度来编列这些预算，其中114年度跟115年度将编列200亿元跟220亿元左右这样高额分年的预算需求其实是前所未见的，甚至比起我们的国造潜舰年度编列的100亿元还高出许多那如果没有备妥裁员的话，很有可能会排挤到未来其他新增军事投资的一些案件。那所以我们看看现在国防的预算不断的在创新高也让大家感觉到说，战争这么离我们这么的近吗？就是这种危机感一直在民众的心中加剧那未来如果下一任的总统仍然是从军事面向来着手解决两岸的问题的话，其实国家安全势必会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光是这样一直买军售，这种备战就能够避战吗？还是备战其实更像是一种
离战争更近的一种讯号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中美台海这边的较劲哦。舰机搞同步，这个是歼35哦，去掉了空速管，喷上了歼20的隐身涂料，未来还可以搭配这个福建舰哦，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哦，就说这个歼35的机身啊，已经用这种银灰色系的主色调，然后来喷上了。那量产型的这个歼20可能已经喷上了这样子的一种隐身涂料。福建舰它也是作为一个8万吨级的弹射型的航母哦，它试航的工作大概需要1年半来完成。那表示歼35还可以进一步来完善，还有时间。那等待这个福建舰交付部队之后，歼35就可以真正的部署在这个福建舰的飞行甲板上头了。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巴丹岛也变成了美军西太平洋防线的最后一个塞子啊。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消息哦，他是说美军现在正在这个偏远的巴丹群岛正在开发一个民用的港口哦，那也跟这个菲国进行商讨当中。那菲律宾的巴丹岛的群岛的省长啊，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也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哦。但是对于美国来讲，美国这不是做慈善的呀，如果没有军事需求，不太可能去做一个这么偏远的小岛上面这样去做一个这个民用港口，所以人家就推测说，这样的一个港口哦，应该是要未来变成一个控制巴士海峡的一个作战中心。那还有我们看到美菲啊，其实他们的军舰也在南海这边进行一个联合的航行哦，包含了菲律宾的飞弹巡防舰这个黎萨号，还有美国的海军飞弹驱逐舰强生号，在4号的时候呢，穿越了菲律宾专属的经济区内的南海的海域，所以看起来动作不少。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将军，哇，是这个美国在这个军事上的作为啊，它是跟政治上作为分2条路。你中国大陆不是要搞“一带一路”海上丝路跟陆上丝路吗？陆上呢，他就去戳这个意大利能够跟你脱离这个关系，对不对？那海上呢，因为陆上的班列已经开的都差不多了嘛，能够反对他的也不多了哈。那意大利的态度也是有点摇摆，要不然还跑去跟中国大陆去见面干嘛？对不对？那南海它能够敲动的跷跷板里面最弱的一个国家就是菲律宾。那他是看准了现在中国大陆很快就要把南海行动准则要签署下来，这个要签署下来的话，中国大陆在南海跟周边的国家的这个行为规范呢就已经落实了嘛。所以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他就要烧菲律宾。菲律宾呢被逼得也没办法提供基地啊干嘛的，但是这些基地啊不是你一下子就能做成的啊！你开港，还有港口的附属设施、军事的弹药库、油库，哎呀，一大堆的事情了。那现在目前是做这个姿态了，因为南海中国的这个主要的障碍就是怕菲律宾跟金兰湾跟越南2个，如果是倒向美国这边的话，因为越南跟菲律宾都有以前美国投资的军港。军事设施只要一开放呢，那就马上立即可用。各位看看啊，南海丝路啊，还没有进入印度洋之前，这是一个关卡。下面一个就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一个卡，再过去就是印度一个卡。那中国大陆现在已经花了很多功夫，做了这么多岛礁，又在做航母。我早在节目上讲，中国大陆的航母主要是针对南海，因为它不需要在远洋里面跟美国去做决战嘛，所以它8万吨级、6万吨级、8万吨级，它慢慢提升。但是它有利的就是跟岛礁的反舰飞弹、防空飞弹、飞机场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在南海的战力也是相当可观。但现在打的是外交战啊，外交的围堵跟拉拢菲律宾跟越南拉得很凶。越南其实跟中国大陆也贸易很密切，越南跟美国的贸易也蛮密切，所以越南在经济上面它是2边必须要摇摆，它的政治当然都是共产国家嘛。那以前他的书记啊跑去，他们是兄弟又是同志，这话就讲得很清楚了。但是越南也曾经跟中国之间有过摩擦，中越陈越战争，所以越南很早以前不甘心当世界的老2、老3了，他自命
拿到美国很多越战留的武器啊，他认为他的军力蛮强大的。但是现在的态势已经比不上那个时候，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中美的这个竞争在南海现在相当激烈了，相当激烈。但是中国大陆现在也在拼命加强，它福建舰马上带了歼35就要问世了，所以它在南海捍卫它的权益的力量是有相当的东西，有加码，美国也在加码。好，来请教介老师。这个史瓦蒂尼啊，跟我们的邦交啊非常长久啊，也可以说非常稳固。这个从建交以来就非常稳固。那这个国家基本上它大概只有台湾一半大，人口就是100万人啊。然后呢，它是现在世界上这个尤其非洲啦仅存的一个专制王国，它的是王国制、国王制，然后是绝对专制统治，所以就国王说了算。这个国王登基已经30几年了，18岁就登基了。他做王子的时候就常常来台湾访问，他爸爸在位的时候，他做王子就常常来访问。那么他们的这个王室人数非常的多，因为他都是一夫多妻制，所以他这个王子、公主啊、王妃很多。那常常来台湾，就是说我生病了来台湾就医，或者说要买一些这个 shopping 啊，或者度假都来台湾，所以他们这个络绎于途，王室络绎于途。那王妃也常来，因为这个王子，这个国王他有15个老婆，30几个小孩，所以呢，他是现在硕果仅存的专制王国，国王一个人掌所有实权。然后他在国际上最近几年唯一上这个国际新闻的就是国王选妃，国王因为有15个老婆，他还选妃，那这些少女就排队让他来选，这样子，所以在国际上这个博得这个各界关注就是这个新闻。那这个国家由于我刚刚说它的体制过去它国王专制嘛，就是不太国家还算很平稳，可是大概3年前。发生了严重的暴乱，死了不少人。那暴乱的原因就是老百姓要求改革，对于王室的作为呢，也累积了太多的不满。因为这个王室虽然国家很穷，全世界最穷的几个国家，可是王室的财产有人说大概差不多2.2亿美金，所以他们家里面因为王子啊、公主啊这些什么一大堆那每个人都有个车，所以车子豪车啊很多，那跟当地就斯瓦基兰老百姓来讲也形成一个极大的落差。那老百姓希望有比较好的生活，可是看王室生活这么好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社会发生严重动乱。那一次那国王用了这个强制手段压下来了，目前大概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他跟我们的关系实在是很密切。那其实现在的蔡英文是等于说是吃到老本了，很雄厚的老本。过去我们对斯瓦季兰那是长期给予很多的援助。那我以前在服务的时候，我们还有接待过王妃，这个那都是予以极高等级的礼遇啦那可能来检查一下身体我们都要给予极高的礼遇，所以这个关系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也有人说。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专制国王的制度，所以他非常痛恨共产主义。所以这个是国王个人的意愿，他认为专制王权跟共产主义之间是没有办法共存的，所以他很怕跟这个中国大陆往来，所以他就跟中国大陆现在是非洲唯一的不跟中国大陆往来的一个国家。可是前几年他内部就有不同意见了。因为内部就发觉，就是说他们周围都跟中国大陆已经改善关系，而且中国大陆援助项目看起来也不错，也很具体。那可是呢，我想这个国王为了他自己的这个体制不受这个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所以呢，他还是选择跟我们中华民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当然，我们也在那边有不管农耕队、技术队。各种的这种的技术援助团队从来没有断过。那史瓦蒂尼呢，他们的这个人我的印象感觉就非常讲话非常怎么样，简短有力，
所以我每次推动国际组织案子的时候，史瓦蒂尼的代表讲话的时候都声如洪钟啊，那简短有力。所以在这个方面，他对我们也算有点贡献。好，赖老师。台湾的外交还是采用传统的方法了，都是金钱外交比较多了啊，所以通常跟这些友邦交的国家的关系，绝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台湾是单方面供应的这个角度上，从对方获得的好处很少。例如说，对方增加台湾的就业机会不多，增加台湾的贸易的竞争力不多，然后让台湾更富有的不多。绝大部分都是台湾人掏钱，不断的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维持外交。那当然，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们更乐意也只能走这条，因为别的方法都没有用了。可是非洲整个大陆，我们看到非洲联盟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他们事实上在走的是一个"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关系。这个发展关系"一带一路"，那就经济带。还有就是这些基础的交通轨道建设，这些港口的、机场的、高速公路的、铁路的、电力公司的这些基础建设，使这些非洲的国家它的原物料开采起来之后能够运出去。那所以很大的一部分是往中国大陆那边运。那中国大陆那边把工业产品很多的往非洲的国家来运送，那所以彼此之间的互利。那就会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走得更久，因为那是互利、互惠，双方都有利。我们把它用简单的话讲，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那台湾这方面就单方的给东西的这个情形，其实如果随着我们的假设，有一天我们的外汇存底越来越低了，台湾越来越没有钱了，基本上来讲，这些关系要维持下去，可能就很困难了。因为你不能够一直建立在单方面给钱的这个态度上，我觉得台湾的外交真的应该要调整了。美国本来的政客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一张嘴。美国的政客，尤其是极右翼的这些政客，他们的任务就是想办法鼓动两岸之间打仗，而且他们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让两岸之间紧张，因为两岸之间越紧张，台湾民进党当局向美国下订单买军火的比重就越高。你看我们的国防预算就一直在增大，一直在增大。那我们的国防预算从3000多亿台币，现在已经要增加到6000多亿台币。对于这些极右翼的美国的政客来讲，他们背后很大一部分就是美国的军火商，就是他们的最大的金主。所以他们当然很乐意鼓动两岸之间打仗嘛。但是如果当记者问到他很实际的问题，说你的孩子愿不愿意为台湾而战的时候，他就会说：“我才不可能让我的孩子去当炮灰嘞。”所以这些人的心之坏，就是坏在要我们台湾人去死，然后他要赚进我们台湾人的钱。那问题就在我们台湾人也没那么笨啊！我觉得最笨的就是民进党政府。可是我觉得台湾人要足够聪明的知道，不能够再让这个政府一直执政，把两岸之间搞得到最后真的仗打起来了，那死的就是我们的子弟了。所以我想我们的民众真的是应该要很清楚的知道，不要让民进党把两岸之间搞得像战争一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